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本期视频跟大家讲解一个谷歌、苹果等这些全世界大厂都在使用的一个加密技术。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记点赞、订阅、转发，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首先，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假设你们家里有一大家子人在吃饭，但是比如说你，对吧，突然想和你的表哥说一句悄悄话，说一个秘密，可是呢，你们又不太方便换座位，但是你又希望这个秘密不被其他人知道。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凭直觉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对吧？因为你们之间的对话内容都会被其他人知道。但是数学家就有一个办法实现保密通话。这里我们要先讲一讲保密的定义。保密并不是指你和你表哥的通话内容完全不被其他人知道，而是说其他人就算看到了、听到了你们的对话内容，他们也无法明白你们之间在说什么，无法明白这个意思。就好比你和你的表哥自创了一门语言一样。那么，其实呢，全部的全部的这个大厂，他们都在使用这样的一个通话技术，因为互联网上面它其实是公开的，全部的信息都可以被全部的人窃听到。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场景下，这些软件依然能够安全的传递信息。但是本期视频我们不会讲解复杂的那些词语和专业术语，我们只讲解一个比喻，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个原理。首先呢，这个比喻就是调色盘，官方名称是 Curve25519，它其实是一个加密算法，但这边我们把它比成一个调色工具，它既可以用来生成颜色，也可以用来混合颜色。那么如果你的手机，比如说一个软件像是谷歌邮箱，想要和服务器进行沟通，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就需要经过这四步，当然这四步比较复杂，咱们一步一步的去讲解。第一步就是服务器创建一个颜色，或者说创建两个颜色吧，用调色算法调出一个红色，比如说，然后呢还有一个黄色。那么服务器这边的话呢，它会把红色秘密的保管起来，就千万不能透露给其他人，任何人都不能知道这个红色。然后呢，把这个黄色公开到互联网的世界上当中去，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然后呢，在手机这边也进行一个一模一样的操作，比如说我们调出来一个黑色和白色，当然这个颜色它可以是随机的。然后呢，我们保存黑色，然后呢再把这个白色公开。那么注意看，这里的服务器的红色是私有的，对吧？就是没有公开的。然后呢，手机这边的黑色也是私有的，没有公开的。官方术语称之为私钥，一个是服务器的私钥，一个是手机的私钥。那公开的那个呢，就是公钥，一个是服务器的公钥，黄色，然后一个是手机的公钥，白色。好了，那么手机这边把黑色保存好了，白色也公开出去。这个白色呢，不仅服务器能看到，互联网上的所有人都能看到。同理，这个黄色也是互联网上的所有人都能看到。那么下一步，神奇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不要眨眼啊！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在手机这边，手机拿到了服务器公开的黄色，以及手机自己保存的黑色，然后将它们两个混合，使用这个调色算法进行混合，可以调出绿色。在服务器这边呢，服务器使用手机公开的这个白色，结合自己的私有的这个颜色红色调色，最终一样能调出绿色，神奇不？这个其实就是他们最神奇的地方，也是这个算法最具有创造性的地方，那就是同样的一个秘密的颜色，居然能够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分别创造，很神奇吧？那么创造完了这个秘密的新的颜色之后，绿色之后呢，我们的手机就可以用这一个秘密的颜色去加密信息，然后跟服务器实现通信了。那么我们再回顾整个过程，其实你和你表哥对话的过程当中，就像这个服务器和手机对话一样，他们当中其实传递的是什么？传递的是服务器公开的这个黄色，以及手机的这个白色，对不对？所以只有黄色跟白色在互联网上面进行了传输，但是你们双方都能够自己调制出一个绿色，并且使用这个绿色去进行加密。这样子一来，就实现了一个你们双方所传递的信息都在互联网上面公开，但是你们却能够实现加密通话的效果，是不是非常的神奇？那么这个算法它有什么优点呢？
第一个优点就是任务完成之后，手机可以立刻把这个绿色销毁，下一次再换一个新的颜色进行联络，这样子一来确保非常安全。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方法相比于传统的方法有什么好处。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密钥长度比较短，当然它可以短4倍，也可以短8倍，在相同的安全性的情况下，一般是会短个4到8倍，非常的好。然后还有它非常的快，就不多说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大文件处理也比较简单。这边就是它的2个画图去展示它的优点，一个是密钥长度只有1/4，然后呢，这个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所以说，这一个啊，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无形的数据守护者。每天我们使用手机上网的时候，都会使用到它。最后呢，我想讲讲看我自己之前的一个感受，以及为什么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其实我在很多年前自制辅助的时候，就没有使用加密算法。结果啊，当年我的辅助就被别人破解了。这边跟大家看一下我目前使用这2个业界最先进的算法写出来的这个代码，就这么简单，非常的简单快捷。说实话呢，我现在打算在我的新版辅助当中去使用这一个加密算法来保障传输安全。我现在的旧版辅助当中，其实说实话啊，它这个信息传输是有一些漏洞的。但是呢，一般来说，只要你不在公开的网络中去进行连接，比如说你只是用一个云手机，或者说如果你是用自己家里的模拟器去进行这个连接的话，那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在 WiFi，就是比如说公共 WiFi 或者是什么机场 WiFi 啊这种情况下去使用了，那么你是有可能被盗号的。不过所以说啊，我下一个版本打算去改进一下这个问题。好了，那么本期视频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别忘记这个点赞、关注、转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